金鸡奖花落谁家？去年的金鸡整出了个预制菜影后，今年的热闹看样子也不少。颁奖典礼还没开始，网上的获奖名单都出来了，这是怎么操作？影帝是大热门多年陪跑的易烊千玺，最佳故事片是陈凯歌的《志愿军》，哪吒2不出意料的拿了最佳美术片。不管这个名单的真实性多大，我们都来预测一下吧。先来看看影帝的人选。我们回不来了，你们继续前进。是哪个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的吗？我这样是因为哪个嘛？你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想让他再开心一场。锦绣长安从何而来？呼声最大的的确是易烊千玺和朱一龙。年初张艺谋导演的《惊蛰无声》易官宣，两人的粉丝就因为番位问题开过战。这次金鸡奖又对上了。朱一龙3年前凭借《人生大事》斩获金鸡影帝，今年面临2封，只要拿奖就是金鸡有史以来第2位2封影帝的男演员。易烊千玺是历经4次提名，有望首封。能不能打破刘烨的记录，成为最年轻的金鸡影帝，在此一举。可以说，这届金鸡奖对于他们2个人来说意义都很大。从作品来看，易烊千玺《小小的我》冷档期上映，票房超7亿，豆瓣7.1，传播度不错，还拿下东京国际电影节观众选择奖。朱一龙的《志愿军2国庆档》票房超12亿，是影帝提名里票房最高的，豆瓣6.7。朱一龙演的战争英雄理想有血有肉，而且今年是反法80周年，大背景正确，题材硬，优势明显。易烊千玺虽然被诟病总演特殊群体，但也不可否认他的演技，而且题材毫无疑问也是金鸡奖最爱的路线，硬件、软件匹配度都非常高。我们前面也说了，这是第4次提名金鸡奖了。前面3次，一次输给黄晓明，一次输给朱一龙，这次总不能再输了吧？那就太残忍了。对比之下，黄晓明、刘昊然、大鹏的竞争力就小一些。大鹏长安的荔枝不错，可惜金鸡奖对于这种偏商业的电影就是不太感冒，能提名就已经是肯定了。再有2024年凭阳光俱乐部拿金爵影帝的黄晓明，电影豆瓣没开分就算了，25年暑期档上了10天就撤档，票房表现太差，也不是金鸡的菜。最后是凭解密拿金鹿影后的刘昊然，电影评价毁誉参半，各方面都偏平庸。在第3档奖项中有竞争力，但在金鸡这种第1档的评选里就有点不够看了。所以我蛮同意名单中的结论，如果志愿军拿到最佳故事片的话，那最佳男主绝对是易烊千玺。影后的厮杀也相当激烈。爱男的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？这个世界上哪个事儿不比男的重要？因为我是一个女人，我必须做好。我以为忍一忍这辈子就过去了，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，我早就该走了。男莫全男唔全女，傳統嚟噶，冇辦法噶。老豆，看住我。我會回來的，我走遠嘅。海森，讓我來做你的姐姐，我們在千里共婵娟。单看名单，绝对是宋佳、咏梅双强对峙。这2年女性题材电影崛起，好东西和出走的决心都是金鸡奖的最爱，而且口碑超好。不过从票房来看，出走的决心比不上好东西。但是宋佳和咏梅都面临卡2封，咏梅曾经在19年凭借《地久天长》在金鸡获封过影后。宋佳13年也凭借《焦红》在金鸡奖拿过影后，如果这次得奖，同样也是2封，所以影后的厮杀有相当的悬念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3位候选人，段奥娟的《岁岁平安》都还没在国内上映，提名一出就争议不断，而且段奥娟爱豆出身，单从资历来说就可以直接排除。薛海鹏和魏诗雅其实也不错，但金鸡有史以来只出过1位香港影后，就是刘嘉玲，所以魏诗雅想要拿奖难度较大。其实《破地狱》蛮不错的，这部电影是近几年能把我看到泪崩的电影。当女主穿着法袍为父亲过地狱时，你会唏嘘生命的无常，更会感叹生命的伟大。徐海鹏虽然手提金鸡，
可能性还是比魏诗雅要高些。和岁岁平安一样，这部电影也还没有在公映中取得成绩。岁岁平安是拿了龙标，但是没有公映，而但愿人长久是在一连专线，也就是所谓的艺术院线上映，在票房这个维度上和其他几部电影是有差距的。不过提名就是对这2位演员最大的认可了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拿影后的概率，宋佳大于咏梅大于徐海鹏。如果卡二封卡的严，那还真有可能像名单中说的那样爆冷徐海鹏呢。你越看这几年的电影奖项啊，越觉得电影圈断层厉害。不是说提名的演员们不好，而是年龄和演技都刚刚好的8590生，除了朱一龙居然没有了。甚至最佳男配提名中，唯一提携的新人都是00后的周振杰。这舞台真是兄弟啊！中戏再读就凭老腔里的耿小军一角提名了最佳男配，还有祖峰的《家庭简史》和耿乐的《刺猬》都是家庭题材，只不过一个是悬疑，一个是喜剧。虽然《刺猬》的口碑更高，但祖峰老腔男主要提，说不定会给个最佳男配。而《水饺皇后》的袁富华和惠英红都提名了最佳男女配，要拿也只有一个人能拿奖。赵又廷在《好东西》里的角色虽然不讨喜，是个女权主义的表演男，但他把前夫哥的复杂性诠释得挺到位。个人觉得几人拿奖的概率，祖峰大于袁富华，大于赵又廷。最后我们来说最佳女配。论演技来说，肯定是惠英红。虽然水饺皇后的口碑一般，但她饰演的红姐展现了角色的烟火气和韧性。蒋勤勤在《小小的我》里表现也可圈可点，但角色更多是为男主服务，发挥空间受限。两人对比其他候选人还是最有竞争力的。钟楚曦的好东西，宋小英的《我和我的母亲的疼痛》表演都在线，但缺乏记忆点。黄子琪作为新人，小白船的提名已经是肯定，想直接拿奖难度极大。如果影后不是魏诗雅的话，金鸡很可能会把最佳女惠英红。那我们红姐就集齐两岸三地的3大电影奖项了。那同学们，你觉得谁会得奖呢？评论区聊吧。这里是 When Top 10，我们下期见。